感觉在公共场合戴这个 VR 还是有点奢侈的。越南洗头。Hello， 观众大家好，我是阿万 VR 姐夫。现在我在机场准备去旅游了，但是天大的机会让我在旅游的时候也要工作，那是为什么呢？因为 Meta 早几天宣布 Meta Quest 3终于可以用上 Vision Pro 同款的飞行模式，这是终于可以在飞机上面使用这个 Quest 3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飞机上面还有其他交通工具上去测试一下使用 Quest 3到底有没有影响？因为平常呢，如果没有发布这个更新之前，在的士上面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上面使用 VR 的话，它是很容易飘走的，因为它是使用了这个陀螺仪的特性。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好，现在已经带上这个 VR 了，我们看一下，只要在设定实验性质功能，然后打开这个旅行模式我这里已经打开了，就可以把这个设定新增到快速设定里面这样子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能一些移动比较快的交通工具上面，或者是电梯都可以使用这个 VR 的这样子，嘿，不啦，搞定，等一下就可以测试咯。感觉在公共场合戴这个 VR 还是有点奢侈的，挺多人来看着我，无论是小孩、老人还是少女，都是这样子看我。哎呀，尴尬了，尴尬了。在候机途中，先玩一下拼图巡游 Puzzling Places 解解闷。这次我要去旅游的国家是越南，可以先拼一个有东南亚色彩的寺庙，提早进入旅游的心情。不过拼不了多久就要上飞机了，赶快收拾东西，上到飞机坐好再继续拼吧。出發，越南越愛，無懼世事變改，難道越南越愛？越南 ，I'm coming！ 嚟啦嚟啦，出發啊！哇，一大早上就出發，很少坐这么早的飞机。今天天气很好，希望这几天也是这样吧。给你看看。感觉这个飞机应该挺多人的，因为我都坐不到那个窗边位了，好多人。上到飞机人有点多，加上前面有小孩在玩，我也不好意思边录边讲话了，声音部分只能补录一下，也顺便分享一些关于旅行模式的使用小技巧吧。首先，如果要运行旅行模式，一定要确保你的 Quest 3在运行 V65 或以上的版本。当然 Quest 2也可以的，只是透视的画面是黑白而已。如果你更新好系统版本后，在实验性质功能里面找不到时不用慌，重启一下设备就能看到启用旅行模式的开关啦。而打开的方式除了像我前面演示那样在快速设定里随时手动打开或者关闭以外，还可以针对你的移动情况来自动建议打开旅行模式。例如我进电梯时，因为没有打开旅行模式，升上去时界面就往下跌，很快头显就会提示没法使用追踪功能，可以按下面的按钮打开旅行模式，就会一切恢复正常。这里我再讲一下 VR 的运作原理。要做好头部和手部的最终定位，其实是非常依赖 IMU 惯性测量单元的。因为 VR 设备需要模拟头部运动后，虚拟物体在场景中的位置，才可以得到头部在虚拟世界里相对的位置。而 IMU 就是帮助我们在虚拟世界里找到位置的传感器。如果我们在一些快速移动的交通工具，例如高铁、飞机上使用 VR 的话，会发现打开没多久，虚拟的物体就会飞走，不再固定在眼前。无论是 Meta Quest 还是 Apple Vision Pro 都一样，用 ML 看电影还是全虚拟环境的 VR 里玩游戏，都需要打开旅行模式，让虚拟物件能正常出现在我们眼前和继续互动的。打开旅行模式后，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的安全哦，保持好坐姿，以及要留意别太过兴奋，打到面前的小坐板、旁边的乘客或者过道上走动的人。考虑周全后，其实能在这个有限空间里玩的内容真的不算太多。游戏的话，我个人喜欢玩拼图，无论是拼 3D 现实环境的拼图巡游 Puzzling Places， 还是非常考验脑筋的方块主义 Cubism， 都是我的最爱。在长途旅行里，只要用手就可以玩，
2个游戏手柄都不用拿出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打发时间。拼完一个25块的立体拼图，用了我差不多10分钟。如果是100、200甚至400块的话，应该能玩好久。拼完就差不多可以下飞机了。既然空间比较小，我觉得选择合适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不要有大量动作的游戏，最好是只要面向前方的休闲娱乐内容。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其实把自己常用的平板 App 放到现实空间里使用是挺不错的选择。例如我坐高铁时就带着 Vision Pro 用微信，还有玩卡牌游戏上路建塔。不过我相信大多数坐长途车时，网络环境都不太好，所以直接播放储存在头显里的媒体内容会更加实际。每次出差前先放2-3套电影或电视剧也是非常容易消磨时间的。哦，对了，尽量不要放恐怖电影，因为到了一些惊吓位置时，想用手挡住眼睛都挡不到。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哦。最后一个 tips 就是要注意安全了，一定要在坐下时打开旅行模式。因为你走路时切换模式会双眼黑掉几秒钟，这近乎失明的几秒钟，如果是在人多的地方，很容易发生意外的，千万别冒险咯。还有这个旅行模式在平稳路途上的定位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向下起伏比较大或者比较颠簸的话，我建议还是摘下头显休息一下吧。这次去越南旅游，其实我还想带着 VR4去玩的，顺便用第一人称视角拍摄一下各种体验，例如当地特色越南洗头。可是跟店家沟通后，因为档期不允许而拍不到，好可惜啊，不能展示给你们看哦。我发现越南其实挺好玩的，例如我去了爬古芝地道，沉浸式体验当年越战时的不容易啊。现在我是要完全蹲着，没，哦，那个在头非常难啊！哇，要落樓梯，上樓梯啊，各位。I need some rest。拿着 AK47 玩上实弹射击，想把自己在 VR 里玩了很久的枪械模拟经验直接放到现实中，结果还差点被人拔枪威胁哦。Sorry。去了胡志明市唯一一家拿到米其林1星的餐厅吃精致越南菜，印象非常深刻。而我这次旅游路上的所有视频都是用 Insta360 Ace Pro 拍摄的。其实我已经用这台小相机拍摄过好多期节目，大多数是用来拍摄我玩 VR 时的第三人称视角，用来拍 Vlog 也算是我的另类尝试了。除了日常可以拍摄 4K 60帧的视频，可以180度反转屏的设计，也让我这个艺人拍摄团队很方便取景、自拍或者夜景录像都行，还可以拍摄 4K 120帧的慢动作。像我拍摄朋友帅到掉渣的设计镜头，就是用这台小相机完成的。说的有点远了，反正我是挺推荐出外时带上 VR 头显的，在路上可以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空间做自己的事，而且没有隐私问题。至于怕别人异样的目光，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只有别人。建议有 VR 的朋友都试一下，只要不影响其他人就行啦。所以你在出差或者旅游时会带上 Quest 3或者 Vision Pro 这类头戴式设备吗？还是会更倾向用 AR 投屏眼镜呢？最希望在路上玩或者看什么内容呢？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评论区分享一下哦。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常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招生的 XR 爱好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